这些评论是在我2022年12月时发布的节目，内容是关于我首次体验背插主板的分享。18个月过去了，这回马来西亚华硕 ROG 发了一整套顶级 ROG BTF 背插设计的硬件给我玩玩。此时我就想问问上述几个评论的网友们，这是否算是华硕自己自嗨的行为呢？Anyway， 对于背插设计这一块，我私心的对这个设计的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但先前我也和一些网友进行了友好的讨论。有一点必须承认的，就目前来看，背插 BTF 设计还是有着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暂时还不存在能够完全替代传统正面接线的主板。但我的态度还是不会改变它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好的现象不然华硕也不会推出顶级规格的 BTF 背插硬件。但对于推荐与否，我个人是不鼓励盲目跟进，而是建议有兴趣的用户花多一些时间，多了解背插硬件的相关选择与注意事项，这才能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体验。那么就来和各位分享这一次针对背插 BTF 宇宙华硕所推出的3件背插 BTF 化硬件。第一个是主板，来自 ROG Maximum G790 Hero BTF， 是目前所有 BTF 背插主板里头规格最顶级的一款，而且是 ROG 自己推出的款式。其特殊的地方自然就是正面除了常规的接口，例如 CPU、记忆体内存以及 PCIe 设备以外，其他的接线接口，比如供电接口、USB 接口、前置 I/O 接口以及风扇接口等，都移植到了主板的背面了。但和常规的 BTF 主板不同之处在于 G790 Hero BTF 是能够支持 BTF 背插显卡的，因此在正面的第一条 PCIe 16插槽的旁边，是可以看到华硕于去年推出的 BTF 背插显卡所设计的专用扩展供电插槽。也因为如此，在背面也就提供了一个12伏 High Power 的接口，能够支持最高600瓦功耗的显卡。当然除了背插 BTF 化以外，G790 Hero BTF 在功能以及用料也做了一些升级，采用了12+1+2项的豪华供电用料。第一条 PCIe 16也升级了，支持 PCIe 5.0协议规格，同时也采用了最新的 WiFi 7无线网络，包括这一个简易安装的 WiFi 7天线，以及在主板后置 I/O 提供了2个雷电4接口。当然，作为一款顶级的 ROG 主板，颜值也必须是自有 ROG 的特色。正面因为没有了接口的设计，满满的散热装甲看上去就非常的好看。另外，在 I/O 装甲上也给到了一个看上去非常高级的镜面效果。实际通电后其实是带 ARGB 透光效果的，并且是自带2种显示特效。既然主板都用上了超规格的配置，显卡也自然不能逊色，用的就是这张 ROG Strix RTX 4090 BTF 版没错，就连 RTX 4090也能无线 BTF 了我必须承认，早在去年在台北展看了那张4070 BTF 后，我一度认为这种设计大概率在高功耗的4090上无法实现结果我就被打脸了。如今 ROG 真的把 RTX 4090给 BTF 化了，整个外观和常规的 ROG 4090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将原本裸露出来的12伏 High Power 接口给屏蔽了起来，同时在 PCIe 16的针脚旁边添加了扩展供电针脚设计。试想要在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扩展供电针脚上实现高达500瓦左右的额外供电传输，可见 ROG 不单单只是移植供电接口那么简单，而是在 PCB 设计上也做出了对应的重新设计不过由于已经屏蔽了原来的12伏 High Power 接口，因此这张 ROG Strix RTX 4090 BTF 是只能搭配支持 BTF 显卡扩展接口的主板来使用，就比如前面介绍的 G790 Hero BTF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就是 ROG Hyper GR701 BTF， 也就是创世神 BTF 版机箱外观其实和原版的创世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主板兼容性这里添加了 BTF 背插主板的支持，以及将背仓的理线挡板从亚克力替换成了铁皮材质，但也得力于原版创世神本来的体验就非常的完善因此也确实没什么地方可以重点优化的了。除了它的重量是真的重以外不开玩笑，是真的很重。
除此之外，我对于这款机箱没有太多的意见，它非常的帅，也非常的好看，整体的安装体验也非常的舒服，算是我所接触的众多机箱里头为数不多在颜值与安装体验上做得相当完美的一款机箱了。当然，作为一款兼容 BTF 背插主板的机箱，它自然也是里头最顶级的一款机箱款式。既然有了最顶级的主板，加上顶级的显卡以及顶级的机箱其他用来衬托这3大件的硬件，自然也只能是最顶级的规格。不过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只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其实我原本是想把显卡以束装的方式来安装，但显卡本身的风扇是没有灯光的加上机箱内部的所有风扇也都是无光的包括我搭配的 ROG 荣升3代水冷也都是猫头鹰的无光风扇所以索性就直接直插好了。从正面看上去，如果不点亮的话，搞不好很多人会以为还没有上电源线。当然，点亮了之后就能够直观感受到少了电源线以及主板接线的那种干净感。而看着视频的你们，觉得这样的外观好不好看呢？装好了之后，我也顺带来跑个分，在进行了3D Mark TimeSpy 理论性能测试里，14900K 搭配4090得到了总分33000分以上，这个分数看了还真的很爽。然后我也顺带测一测赛博朋克2077，在4K 分辨率外加全最高画质设置，并关闭 FSR， 能够跑到平均73帧。当然，我也试了在开启最高光追特效设置，同时打开 DLSS 补帧外加光线重构功能，最终能够跑到平均120帧以上的成绩画面的流畅感非常的丝滑无比最终来和各位聊聊关于 BTF 背插设计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取代目前传统的主板设计毕竟本身还有很多硬性的缺陷是需要去改善的。但我觉得就目前的进展来看，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比如一些网友所说的BTF 背插设计硬件需要提前做好选购的功课确保各自硬件之间的兼容性体验不会因为 BTF 背插的设计而变得更加的差，以及需要改变一些装机的习惯以及顺序，才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因此，对于那些长期需要装机的装机商或是 DIY 玩家差异过多的装机体验有时的确不见得是件好事比如有些人习惯上机前会先裸机测试，确保能够点亮才上机BTF 背插主板，但是这一点的体验就真的比较逊色了。另外，对于一些电源线材的材质也有一些需求就目前来说，还有一些电源还是采用传统的包网线，这对于 BTF 背插主板的安装也的确是一种灾难。所以，想要在选购 BTF 背插硬件以获得更好的装机体验，目前多数还是建议配套购买其他的硬件，比如背插离线更好的机箱，甚至是自带线材较软的电源，以确保达到最佳的使用体验。但配套购买在自由度上自然就比不过传统的正面设计硬件了特别是 BTF 显卡只能搭配 BTF 主板使用这一点确实不是非常好毕竟有些用户可能打算先升级显卡，日后再升级主板等，那么用户就无法先购买支持 BTF 的显卡，暂时先使用传统的正面供电接线，等待日后升级全套 BTF 硬件后，才将 BTF 背插完整化。当然我自然也明白，就目前华硕 BTF 显卡的设计显然是没办法不搭配 BTF 主板使用的。但对于选购自由度上的限制，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以后才真的能加以改进，将体验做到最好的同时，自由度也拉到最高，这才是用户最希望看到的革新创意。总结这一次的 ROG BTF 全家桶体验，我觉得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新的事物至少这个背插设计是让 DIY 装机添加了一些有趣的乐趣。
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和买单，但作为一个媒体，本就该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结合各方面的使用体验后再分享给各位。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媒体应有的态度。至于 ROG 这一次推出的顶级 BTF 背插硬件，我觉得是对外界宣称他们对于 BTF 背插硬件认可的态度，并且还是马来西亚华硕目前积极推进的宣传方向。这也说明了华硕对于 BTF 背插设计的重视。那既然 ROG 乃是华硕对 BTF 背插设计有着认可，并且会积极不断推进新的产品，这对于 BTF 背插设计普及化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还是要重申那句话，它不一定会真正取代目前传统的主板设计，或许存在两者并存，让 BTF 背插设计朝向不同的领域发展也说不定。这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我个人是很期待再多个18个月BTF 背插设计还能够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 ROG BTF 装机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马来西亚 ROG 对于本期节目的赞助，同时也少不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本期节目的内容。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